伊朗亮出的终极王牌尼12导弹，直接撕碎了老美跟小椅子吹嘘了数十年的无敌反导神话。试想下，被小椅子奉为护国神盾的剑3反导系统，美军压箱底的爱国者萨德防空系统，平日里耀武扬威，号称能拦截全球绝大多数弹道导弹，是美以在中东横行霸道的底气所在。和这一次面对伊朗亮出的终极王牌尼12导弹，这些天价反导利器全程形同虚设，连一枚都没拦截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导弹精准命中目标。14马赫的极致突防速度，7分钟横穿千里疆土，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不足2分钟。这哪里是导弹，分明是悬在头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。道德经有云：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伊朗这次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直接掏出压箱底的战略杀器，发动真实承诺4第54轮打击。这是本轮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出手最狠、烈度最高、威慑力最强的一次。中东战场的紧张氛围瞬间拉满，战火已燃烧到了全面开战的临界点。今天咱们就深度拆解尼12到底有多恐怖，为何能轻松突破美以反导网？伊朗此时亮剑的深层用意是什么？中东又是否会彻底陷入全面战争的深渊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清楚，这次伊朗的打击行动绝非以往的小打小闹，而是彻底颠覆了本轮冲突的节奏。跟之前的历次反击相比有着3个颠覆性的前所未有，每一点都戳中了美以的要害，彰显出伊朗破釜沉舟的决心。第一个前所未有，武器级别前所未有，战略杀器首次实战亮剑。回顾此前的冲突，伊朗的反击大多依靠常规战术导弹、无人机等装备，虽然能跟美以造成一定困扰，但始终停留在战术层面，无法触及核心。但这一次伊朗彻底撕掉了隐忍的面纱，直接祭出了导弹库存中的终极王牌尼12战略级弹道导弹。放眼全球，这类能突破顶级反导网、承载国家战略威慑的重器，向来是大国底气所在。就像美国的暗鹰高超音速导弹，凭借超远程射程跟急速突防，成为美军陆基战略威慑核心。俄罗斯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，核常兼备，机动强悍，是俄军制衡西方的杀手锏。中国的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，凭借独特滑翔弹道跟极致的突防能力，铸就拒敌千里，不对，是拒敌全球的国之坚盾。而伊朗的尼12正是这样的国之重器，平日里深藏不露，是守护国家主权的最后底牌，轻易绝不示人。此次直接投入实战，意味着伊朗已经下定决心，不再长桌，要跟老美小椅子硬碰硬，用最强硬的手段捍卫自身权利。第二个前所未有，打击目标前所未有，直插小椅子本土心脏。以往伊朗的打击行动大多瞄准小椅子边境的防空阵地、前线哨所等边缘目标，尽量控制冲突规模。但这回伊朗彻底摒弃了克制，火力直指小椅子本土核心战略目标，包括小椅子空军指挥中枢、核心军事工业设施、主力部队集结阵地等要害部位。这些目标是小椅子军事力量的根基所在，一旦受损，对其战争潜力将是毁灭性打击。伊朗这一招就是要打折打7寸，直击美以的命门。第三个前所未有，打击范围前所未有，一箭双雕，震慑美以。更绝的是伊朗此次行动并非只针对小椅子，而是同步出手，打击了周边为美以提供支援的美军基地。约旦境内的美军弹药库、预警雷达等关键设施尽数被锁定。正所谓擒贼先擒王。伊朗这狠狠教训了小椅子，又强势警告了背后撑腰的老美，用一次行动达成双重战略目标，彻底打破了老美妄图在中东隔岸观火操控局势的美梦。论语有云：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伊朗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美以持续不断的空袭打击，尽显铁血风骨。接下来再看尼12 3大绝杀优势，为何美以反导全程废铁？看到这儿，相信大家跟我一样，心中有一个核心的疑问：这款尼12战略导弹到底藏着怎样的黑科技，能让美以耗资1000亿打造的反导体系彻底哑火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这款导弹集齐了现代弹道导弹的所有核心优势，堪称突防之王。3大绝杀绝技让一切拦截手段都沦为摆设，
优势一，固体燃料加持，战场生存能力拉满，神出鬼没难寻。尼什尔作为伊朗首款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，彻底解决了传统液体燃料导弹反应慢、生存弱的短板。要知道，传统液体导弹发射前需要临时加注燃料，准备时间长达数小时，极易被敌方侦察锁定，沦为活靶子。而尼什尔采用固体燃料，燃料提前密封在弹体之中，接到作战命令后，15到30分钟就能完成发射准备，实现随停随打，打了就跑。发射完成后，导弹发射系统能迅速转移，藏匿于伊朗复杂的3D 隧道、地下导弹城中。美以先进的侦察卫星、无人机根本无法精准定位、追踪。这就像《孙子兵法》中所言：“动于9天之上，藏于9地之下”，让美以的精准打击手段无从下手，只能被动挨打，彻底掌握战场主动权。优势二，14马赫极致突防加机动变轨加诱饵干扰，反导系统彻底失效。这是尼什尔最核心、最恐怖的优势，也是刺破美以反导神话的关键。这款导弹的末端突防速度高达14马赫，换算下来，每秒飞行距离达到4.8公里。这个速度远超我们日常所见的子弹，更是突破了美以现役所有的拦截弹的极限速度。从伊朗腹地发射阵地到小椅子本土，直线距离不足1500公里。尼什尔飞完这段路仅需7分钟。扣除雷达探测、系统反应、拦截弹发射的时间，留给美以的有效拦截窗口不足2分钟。短短120秒，想要拦截一枚高机动的弹道导弹，根本就是天方夜谭。更可怕的是，尼什尔还配备了完整的突防组合拳，弹头具备末端机动变轨能力，飞行途中可随意变换弹道，让反导系统提前测算的弹道数据彻底作废。同时还能释放大量诱饵弹，真假弹头混杂飞行。又是防空导弹拦截虚假目标，白白耗损珍贵的拦截弹药。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再先进的反导系统只能束手无策，眼睁睁看着导弹命中自家目标。优势三，远距精准加超强毁伤，覆盖中东所有美以目标。除了极致的突防能力，尼什尔的打击性同样无可挑剔。射程方面，这款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000公里，不仅能覆盖小椅子全境。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所有军事基地也尽数被纳入打击范围，真正实现一招制敌、全域威慑。精度方面呢，尼什尔的打击误差能精准控制在30到50米之内，改进性更是达到10米级，堪比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，既能精准摧毁军事目标，又能最大程度避免无辜伤亡，彰显出伊朗成熟的导弹研发实力。毁伤能力方面，大量重弹头搭配高速冲击，一旦命中目标，就能对敌方军事设施、指挥中枢造成毁灭性打击，一枚就能瘫痪一个关键节点，威慑力拉满。接下来咱们预判一下局势走向。伊朗这期重拳打出后，全球目光都聚焦中东，这场冲突会不会彻底失控，演变为全面战争？结合当前的局势我的判断很明确，中东战争已然打响，而更强的冲突风险呢，也就是地面战，已经来到悬崖边上。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战火深渊，美以伊三方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绝境。先看小椅子睚眦必报，报复行动已成定局，恶性循环难以避免。小椅子在中东立足，靠的就是睚眦必报、强硬威慑，向来奉行以牙还牙、加倍奉还的原则。此次伊朗动用战略导弹打击其本土核心目标，已经彻底触碰小椅子红线。按照其一贯作风，大规模报复已成定局。接下来，小椅子大概率会出动 F-35隐身战机，对伊朗全境的导弹基地、指挥中心、军事设施发动更大规模空袭，甚至不排除再次针对伊朗军方高层实施斩首行动。而伊朗绝不会坐以待毙，势必会发动更猛烈的反击。双方陷入越打越狠、越打越烈的恶性循环，战火只会不断升级，难以停歇。再看老美进退两难，霸权信誉与战争泥潭的艰难抉择。作为小椅子的幕后靠山，老美此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绝境。现在的中东战争让老美骑虎难下，老美想赢只有一招：全军出击，那样就像乌克兰与俄罗斯。但你们觉得老美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？我认为老美只有一个字儿：威。如果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，出动地面部队介入，势必会重蹈伊拉克、阿富汗的战争覆辙，深陷中东战争泥潭，耗费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拖累国内经济、全球战略布局，加速分裂进程。
如果选择隐忍，不实施报复，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老美的安全承诺形同虚设，连亲爹小椅子都保护不了，不仅会引发小椅子的强烈不满，更会让中东以至全世界所有盟友彻底失去对老美的信任。老美在中东的霸权彻底决裂，数十年的布局付诸东流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老美彻底被架在了火上，进退维谷。更让梅姨头疼的是，伊朗在中东构建了什叶派之虎，包括黎巴嫩真主党、也门胡塞武装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等武装力量，接下来大概率会同步行动，从多个方向对小椅子跟美军基地发动骚扰式打击，多方联动，四面出击，彻底分散梅姨的兵力注意力，让其顾此失彼，防不胜防，进一步加剧局势的混乱与失控风险。纵观整场事件，伊12的横空出世不仅打破了梅姨的反导神话，更重塑了中东的战略格局。伊朗用实力证明，面对强权霸凌，唯有自强不息，敢于亮剑，才能守住家国底线。这正是我们老祖宗传承千年的民族风骨。犯我疆土者，虽远必诛。我是大钊，点赞关注，下期再见。